美光科技刚刚交出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份季报，每股收益12.2美元，比华尔街预测的8.6美元高出将近42%，收入239亿美元，同比增长将近2倍，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管理层给出下一季度335亿美元的收入指引，按照这个节奏，美光下一季度一个季度赚的钱比他2年前整整1年还多。就在这份财报发出不到2个星期之后，这家公司的股价在5个交易日内跌掉了将近20%。这2件事加在一起，有没有哪里让你觉得不对劲？如果你现在正持有美光，或者你正在想要不要在这个位置抄底，我需要先告诉你一件事，它会让今天这期节目值得你听完。触发这次崩跌的那颗子弹其实打偏了，它攻击的地方不是你以为的那个要害，而正因为如此，真正的危险在另一个方向。谷歌在3月25日发布了一篇技术论文，叫做 Turbo Quant。当天美光跌了3%，闪迪跌了5.7%，希捷和西部数据各跌4%到5%。接下来2天，市场的恐慌从美国蔓延到亚洲。SK 海力士在首尔跌了6.2%，三星跌了将近5%，日本凯霞跌了将近6%。到这一周结束，美光和闪迪的累计跌幅都在18%到20%之间。所有这些因为一篇 Google Research 播客文章，华尔街的第一反应很直觉，谷歌发明了一种让 AI 少用1/6内存的算法，那内存公司不就要少卖1/6的货，股价当然跌。这个逻辑听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它遗漏了一件事，而这件事是判断你接下来该怎么做的关键。我先说说 Turbo Quant 到底是什么。大型语言模型在工作时，有一个地方会不停的存数据，叫做 KV 缓存，也就是键值缓存。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模型的工作桌面，它在给你写一篇文章的时候，需要把上下文全部摊开在桌面上，上下文越长，桌面占的空间越大，成本越高。现在主流的大模型 KV 缓存这一项就能消耗大量的 GPU 内存，这是 AI 推理成本居高不下的核心原因之一。Turbo Quant 做的事是把这张桌面上的数据压缩，把原本每个数值需要16个比特来存的内容压缩到3个比特。而且谷歌在多个标准测试上验证，模型的输出精度没有任何损失，结果就是内存用量减少至少6倍，在英伟达 H100显卡上，特定计算的速度提升最多8倍。这篇论文将在4月底的国际学习表征会议上正式发表。这些数字放出来，市场当然会害怕。但等一下，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关键词 KV 缓存？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区分，很多人没注意到。Turbo Quant 压缩的是 AI 推理过程中的普通内存，也就是 KV 缓存。但内存公司最贵、最有利润的产品，卖给 AI 数据中心的核心芯片，叫做高带宽内存，简称 HBM。这两者不是一回事。HBM 主要用于 AI 训练，不是推理。训练一个模型需要用大量的 HBM， 但一旦模型训好了，日常推理用的是普通的服务器内存。 Turbo Quant 攻击的是推理端对 HBM 的直接影响，远比市场反应的程度要小得多。所以这是第一个初步判断，市场的恐慌和 Turbo Quant 实际对内存公司的冲击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落差。但你先别急着说，那我就放心了，因为我现在要告诉你，这次内存股下跌 Turbo Quant 只是最后一个出场的演员，在它之前已经有好几件事情在同时压着这个板块。先说一件你可能没太注意的事，就在 Turbo Quant 发布的同一周，市场上同时出现了3个独立的利空信号，没有一个单独能让内存股跌这么惨，但3个加在一起就足够了。第一个，美光在财报里宣布，今年的资本开支超过250亿美元，比之前指引高出50亿。这个数字让部分机构投资者开始担心，如果需求端哪怕出现一点点放缓，这规模的资本开支很可能会变成产能过剩的包袱，然后引发一轮价格战。第二个，闪迪宣布拿出将近1个季度的自由现金流，去收购台湾南亚科技不到4%的少数股权，作为一个25亿美元联合投资项目的一部分。时机不好，价格存疑，在台海局势和关税风险都在升温的背景下，这笔钱花得让股东心里不踏实。第三个， SK 海力士宣布正在计划在美国上市，融资规模最多140亿美元。这个消息意味着内存板块的股票供给可能进一步增加，而且 SK 海力士一旦在美国挂牌，散户和机构都多了一个直接投资最大 HBM 供应商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会分流对美光的需求。这3件事加上 Turbo Quant，在同一个星期里，同时压到了一个估值已经在历史高位的板块。散户通常会在什么时候冲进去买？就是这个时候，股价跌了18%，他们搜一下 Turbo Quant， 然后心里有一个直觉，这不就是去年1月 DeepSeek 下崩英伟达的那种情况吗？那次英伟达后来不是涨回去了吗？然后他们在下跌的过程中冲进去买，等着反弹。这个类比有对的地方，但有一个关键的结构差异被它掩盖掉了，而这个差异
直接影响你接下来该怎么做。2025年1月 ，DeepSeek 发布了一个训练成本极低的大模型，当天英伟达市值蒸发近6000亿美元，创下美股史上单日最大跌幅纪录之一。那次恐慌的逻辑是 AI 训练变便宜了，还有人要英伟达的 GPU 吗？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效率提升不等于需求减少，成本降低反而刺激了更多公司加速上 AI， 英伟达的订单反而更多了。这是经济学里的杰文斯悖论，效率提升扩大了总需求，而不是缩小了它。DeepSeek 这一刀刺到的是英伟达的恐慌情绪，但没有刺中它的基本面。TurboQuant 的逻辑表面上相似，但有一个致命的不同。DeepSeek 压缩的是训练成本，训练直接吃 HBM，攻击的是英伟达最核心的护城河，而 TurboQuant 压缩的是推理端的 KV 缓存，是普通服务器内存，不是 HBM。所以你如果用 DeepSeek 类比 TurboQuant， 然后得出内存股跌了可以抄底的结论，逻辑方向是对的，但前提条件没有对上。还有一件更奇怪的是，杰文斯悖论在这里同样可能成立。如果 TurboQuant 让 AI 推理成本大幅下降，这件事本身可能会刺激更多应用场景落地，推动更大规模的 AI 部署，最终让内存的总需求不减反增。摩根士丹利分析师约瑟夫·摩尔在这次暴跌后重申买入评级，他的判断很直接，内存短缺不是在缓解，而是在加剧。客户大量预付款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未来供给紧张最有利的背书。在38家覆盖美光的分析机构里，38家给买入或强烈买入评级，只有2家给卖出，平均目标价在525美元左右，比当前股价约364美元高出将近50%。这是基本面的途径，但基本面从来不是股价唯一的驱动力，而另一个驱动力才是这次事件最容易被人忽视的长期信号。现在来修正刚才的判断，加进去一个更重要的维度。TurboQuant 之所以让市场这么害怕，不只是因为它这一次压缩了多少内存，它让投资者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一个可能性，在 AI 价值链上，软件层的优化效率已经开始追上硬件堆叠的边际收益。从 Flash Attention 到各类量化技术，再到今天的 TurboQuant， 整个 AI 推理生态在过去2年里迭代的速度比任何人预期的都快，而每一次这样的迭代，本质上都是在替代一部分硬件的功能。算法变聪明了，等于钱没花在铁上，而是花在了代码上。这对硬件公司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 AI 需要越来越多内存。这个故事的确定性已经不像2年前那么铁板一块了。不是说故事错了，而是故事的边界开始模糊了。美光压住的是每年250亿美元的资本开支，赌 AI 对内存的总需求增长足够快，快到可以消化所有的效率提升，订单排到2027年是他们最重要的筹码。谷歌压住的是算法的复利增长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让硬件公司的议价权系统性的下降。这2个赌注可以同时存在，也可以同时成立，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在2026年，美光的赌注还站得住脚。在2028年，谁说得准？你现在需要的不是哲学判断，而是操作层面的具体答案。如果你已经持有美光或者闪迪，这次跌是市场在重新定价确定性溢价，不是在重新定价基本面。基本面包括美光的财报记录、订单、能见度、分析师共识几乎没有变化，但市场开始对 AI 内存需求是不是真的无上限这件事打了一个问号。这个问号短期内不会消失。这意味着，即便你认为 TurboQuant 的冲击被过度解读，情绪面的2次杀跌仍然是一个真实的风险，而不是小概率事件。你要盯住的是2个先行指标。第一个，美光下一份季报里的 HBM 出货量和毛利率走向，管理层预测下季度毛利率将达到约81%。如果这个数字在6月底如期兑现， TurboQuant 的恐慌就是一次过度反应。第二个，谷歌在4月底 ICLR 正式发表论文之后，其他主要 AI 公司有没有公开宣布大规模采用 TurboQuant？ 如果没有，这个算法从实验室走到数据中心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短期的冲击已经被大部分定价，在这2个信号明朗之前，减仓是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节点把确定性亏损锁死，持仓等待是让基本面的时间去消化情绪面的噪音。如果你还没有持仓，但在考虑是否抄底，当前分析师共识目标价约525美元，较364美元左右的当前股价上行空间将近50%。但在估值已经处于行业周期高位的时候，即便基本面没有任何变化，情绪驱动的抛售有能力再把股价砍下去10%到15%。这在历史上多次发生过。抄底的更有把握的时间点，等美光下一份季报6月底左右。如果 HBM 出货量和毛利率维持在当前水平，而股价没有继续破位，那个位置的入场比现在有更多的安全边际。如果等不及，你可以分批建仓，把第一批控制在你愿意接受完全不反弹的仓位比例内。今天这件事表面上是一个算法的故事，但它真正在问的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在 AI 时代，当软件的进化速度开始追上硬件的边际回报，谁来分配价值链上的利润？当你买一只内存股，
你买的到底是什么？是不可替代的物理资源，还是一个建立在需求永远大于供给这个假设上的故事？如果这个假设开始松动，哪怕只是松动一点点，估值会先跌，然后才轮到基本面。留给你的问题是，当一个行业的确定性开始被打折，你是愿意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入一个未来不确定的故事，还是等到不确定性变小之后再付出更贵的代价？我是3元，我们下期见。